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感觉？明明已经拼尽了全力，每天披星戴月地奔波，像个停不下来的陀螺，可是到头来，生活却像是一阵无法预测的风，把你苦心经营的努力轻轻吹散。在职场上，你总是默默承担，凡事周全，可最后那些耀眼的肯定似乎总与你擦肩而过。在感情里，你掏心掏肺，习惯了顾及所有人，最后换来的却往往是对方的习以为常。在生活里，你小心翼翼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，可总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变故，轻易就带走了你辛苦积攒的安稳。这种感觉就像是拼命努力，结果全是白费。你累吗？你当然累，但最让人心疼的不是身体的疲惫，而是那种深不见底的无力感。你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还没有做好，为什么生活总要给你这么多的考验？如果你也正在经历这种徒劳的挣扎，请先停下你手中正在忙碌的事情，花10分钟听完今天的内容，因为你会发现你的善良和努力从来都没有错，你只是需要重新选对位置。在马可福音第6章里，记录了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。那是深夜的4更天，大约是凌晨3点到6点，天色最暗的时候，门徒们正在加利利海的中央经历着一场严峻的考验。经文里用4个字来形容他们当时的境遇：摇橹甚苦。摇橹就是划桨，在那个没有发动机的年代，遇到逆风大浪，想要让船往前走，只能靠人力死死地握住木桨，一下一下地和风浪对抗。门徒们不努力吗？他们非常努力。他们中间有许多经验丰富的渔夫，最懂水性。在风浪面前，他们绝对使出了所有的力气，手掌磨出了后茧，汗水混着冰冷的海水打在脸上。可是结果呢？风是不顺的，浪是逆着的。他们拼命划了几个小时，船却依然在原地打转，随时都有被海浪淹没的危险。这不就是我们人生的真实写照吗？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生活的大海里摇橹甚苦，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，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你牺牲了休息，牺牲了健康，在无数个深夜里独自咬牙坚持，拼命摇橹。可如果方向不对，位置错了，你划得越卖力，只会让自己被消耗得越彻底。到最后，只能看着自己的一腔赤诚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，变成了一种令人心疼的徒劳。当时，门徒们陷入了最深的无助和孤独，因为在他们的视角里，天是黑的，海是冷的，四周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港湾。但马可福音里藏着一个极其温柔也极其治愈的细节。他在岸上看见他们因摇橹甚苦，原来他们从来都不是在孤军奋战，
在他们看不见的高度，有一双充满慈爱的眼睛，一直在默默注视着他们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之所以觉得拼命努力全是白费，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重担都扛在了自己的肩上。我们总习惯了凡事靠自己，觉得只要自己再坚强一点，再努力一点，就能掌控一切，就能改变命运。结果，我们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，越挣扎越疲惫。我们总是在意周围人的眼光，拼命迎合别人的标准，活在别人的期许里，在别人定下的规则里疲于奔命。那什么才是对的位置？对的位置就是回到那个真正懂你，能为你遮风挡雨的港湾里。他看见他们苦累，就从海面上向他们走过去。在这个充满焦虑的时代，你以为你需要更努力的去抓取、去奔跑，但事实上，你真正需要的是停下无谓的挣扎，允许自己被爱，允许那份超越人力的平安介入你的生命。当一个人在黑暗中独自撑得太久，连真正的温暖和帮助来到面前时，第一反应往往不是喜悦，而是不敢相信。门徒们看到走在海面上的身影，第一反应是惊慌失措，因为他们不敢相信，在自己精疲力竭、最狼狈的时刻，真的会有人踏着风浪，破开黑暗，专门为他们而来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当我们经历过太多次努力却没有结果的失落后，我们的心也会变得习惯性的防备。我们害怕再次抱有希望，害怕所有的美好只是一场空。我们的耳边充斥着太多嘈杂的声音，催促你成功的，评判你对错的。但就在那个最无助的瞬间，穿透狂风巨浪，传来了一个微小却无比坚定的声音：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随后他上了船，风就止住了。请注意这个奇妙的转折，门徒们拼命摇橹了几个小时，都没能平静的风浪，在他上船的那一刻，瞬间恢复了平静。这就是选对位置的奇妙之处。所谓选对位置，就是不要再单枪匹马的去和生活死磕，而是把你的心安放在一个能够给你带来真正平静的位置上。当你愿意把船舵交出来，你就不再是那个在深夜里盲目摇橹的孤儿。当你接纳那份来自上天的恩典与托举，你才能从徒劳的挣扎中解脱出来。高水平的生命从来不是从此不再遇到风浪，而是在风浪依旧存在时，你心里已经有了一种笃定：我站对了位置，我知道有人与我同行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此时此刻，回到你真实的日常生活中，也许你手头的难题还没有彻底解决，也许你身体的疲惫还在持续，也许那份曾经受过的伤依然隐隐作痛。
但我请求你，今晚先不要急着去解决这些问题，因为心灵的复原是有次序的。在我们的心灵治愈系列里，第1集我们建立了平安的根基，让你知道无论世界多乱，你都有权享有内心的安宁。第2集我们寻找了安息的睡眠，治愈了你紧绷的神经。而这一集我们要处理你灵魂深处的那个孤岛和徒劳感。因为只有当你不再感到孤立无援，当你确信有人与你同在，你才有力量放下手里那对让你精疲力竭的木桨。你才能看清哪些奔波是盲目的，哪些坚持才是真正有价值的。如果你依然觉得内心的空洞难以填补，如果你还在为过去的付出感到委屈，我建议你把这一集收藏起来。在每一个觉得撑不下去的深夜，在每一个迷茫无助的清晨，反复去听去读。这不是简单的文字重复，而是让那句放心是我，不要怕，一点点渗入你的骨髓，直到它成为你生命中最坚固的底气。心灵的医治不是一场瞬间完成的魔术，而是一段有陪伴的旅程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我们会一起去面对更具体的选择与创伤，但在那之前，请先接受这份跨越风浪专为你而来的陪伴。今晚请卸下你所有的防备和武装，对那个默默努力辛苦了许久的自己温柔地说一句辛苦了。从现在起，别再一个人硬撑了，选对位置，把重担放下吧。愿那超越一切理解的平安，今晚亲自平息你内心的风浪。晚安，愿你在他的注视与陪伴中安然入睡。